我居然被西班牙人教吃中华料理了。西班牙菜到底是什么味道啊？没有人会知道。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就是西班牙中华餐厅，这什么组合啊？好吃哎！他都带我垃圾。找这家店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下主厨的资料，好像还开过2、3家中华料理店。看完之后仍然很不放心，这种店真的要吃了才知道。又到了吃西班牙菜的日子。はい、ようやく来たの料です。はい、ゆう様です。朝早く着いた、大丈夫ですか？お願いします。谢谢，有被刚才的欢迎吓到。这就是今天的菜单，一共11个菜，还有个菜是问号。现在吃个饭也要让我猜了吗？第一个小菜是一杯番茄豆腐皮，它看上去很温柔，但实则很火辣啊，像我一样。好酸啊！好酸啊！然后你们猜这是什么？它是香菜根，已经这么刺激了吗？香菜叶子已经满足不了西班牙人了。风油精的味道，感觉像在喝香水。这个还挺好看，黄油马卡龙，吃了吧。2甜2甜的黄油味，瞬间饿了。然后是一个奶油巧克力泡芙，为什么他们家的前菜都是甜品啊？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里面是那种炼乳。最后前菜是螺肉，上面涂的那个酱是鲍鱼干酱。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第一个主菜就很惊喜了，口水鸡。你别说，这还真的挺还原的。日本人做的口水鸡有个特点，就是看上去辣油好多，好爽，你完全感觉不到任何辣的味道，口感细腻嫩滑，鸡肉甚至还有点弹牙。然后端上来一份大煎饺，说是要用刚才口水鸡的料蘸着吃，听上去好像有点变态，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乐意。我还故意把饺子皮戳破，好让那个汁水流进去。这是西班牙人对中华料理的理解吗？酸辣的蘸料中和了肉汁的油腻感，放大了肉馅的鲜美，竟然还挺好吃。我为什么现在才吃到这个？有点回想起之前，每次我晚上饿了，就会叫我妈给我煮那种白菜水饺，然后蘸醋吃，特别怀念那个味道。然后服务员直接端了3个金宝箱上了，咚，你看，客气点。我其实严重怀疑，它是不是3个宝箱都是扇贝，炸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它下面那个黄色的酱汁，就和松鼠鱼鳞的那个酱汁一样，吧唧一口，浓稠的酸甜酱和松软的贝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融合在了一起。你们看，中式的酱料加上西式的扇贝做法，结合的还是挺好的。作为下一个菜，它是用萝卜泥和蟹肉炸成的方块，咬开它的一瞬间，你就能感觉到热气在你的嘴巴里面喷涌。接着是一块黑胡椒烤猪肉，这个就很性感了，烤猪肉就应该配黑胡椒嘛。接着又是一个芝士咖喱球，外面的芝士微微泛甜，里面的咖喱肉末又是咸的，多么清奇的搭配。吃完这个之后直接端了一口锅上来，这看样子就很西班牙了。我觉得重点其实是这块鱼肉，它还原出了鸡肉的那种韧劲，真的很像鸡肉哎。下面的汤底是那种很浓的番茄虾头味，就是很重的海鲜味，小鱿鱼。这个才是好吃的，然后再来点主食，西班牙海鲜烩饭，直接是一整盘端上来的。虽然不都是我的哈，但是分给我的这个也太少了吧，就1口的量，我都没尝出个什么味道，什么玩意儿？下个菜，这个菜我喜欢，就是肥肥的牛排，吃起来特别过瘾，因为特别油香。他家的牛排会更加的咸香，瘦肉的地方也很软嫩。今天的牛排居然没有踩雷。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主菜，你敢信？它叫蘑菇浓汤炒面，拌匀之后，因为炒面的特性，它可以卷上很多的酱汁，你一口嗦进去特别的入味。哇，那个蘑菇味特别重。然后吃了这个之后，我们还有5道甜品。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西班牙人是真的很能吃啊！阿基推荐指数8.5分，卡玩意儿。上一次的满分寿司一时没把它讲完，因为这家店的大酱实在是太耿直了。但上一次其实我们只讲了一些无实包金的东西，今天是正儿八经的吃黑寿司。我发现我废话真的好多。在嗦完了那碗很美味的黑色关东煮之后，大酱就开始给你做下一个寿司了。看那个肉的花纹应该是 otolo， 你们看这个手法，看得我很爽。但好像又有很多人在问我 otolo 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金枪鱼肚子上靠近脸的那块肉，因为太肥了，所以就叫大鱼腩。会加一点烟熏的味道。我发现这种很肥的鱼肉就和那个黑米的醋酸很配。接着这个是金木雕寿司，这个鱼胶原蛋白特别丰富，所以你嚼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嚼猪皮，但它的皮下脂肪还是很鲜美的，上面是加了一点柠檬皮的碎末，所以吃起来挺爽口。然后是这个，哇，我超喜欢这个烤北极贝，大家只是把它的边缘跟表面烤了一下，它里面的还是鲜嫩的那种。好有嚼劲力。我发现贝类嚼起来都特别的解压。然后这个鱼是芝麻鲷鱼，其实就是那种没什么味儿的鲷鱼，很清淡的口感，但是里面加了很多的芥末，吃完整个人都很精神，大酱根本不会让你停下来的。这是涂了一层照烧酱的血渍，完鱼的近亲，但是口感更弹。薄荷的味道，因为是草本里面提取出来的糖分，所以还有淡淡的草香。接着看样子是要卷起来了，它这个真的是卷了一大坨金枪鱼肉末，最后点缀一些酱油，这种手卷的饱腹感特别的强。海苔的咸甜味就很衬托金枪鱼的肥美。大酱看我们吃的很开心啊，还拿出了店里的极品海胆，这么大一坨，我手里拿着这个好像都不止1个海胆，而且它特别的香甜。卷完海胆我们就该卷鱼子了。三文鱼鱼子的特点就是汁很多，每一颗都很饱满，反正就是会在你的嘴巴里噼里啪啦的，又是解压新方式。我们好像把大酱吃高兴了，大酱现在把它的各种存货都搬上来了。大酱说这个菜没有那么硬，它是黄瓜加酒糟，它其实长得更像一个前菜，吃起来的味道很像那个木糖醇，大大泡泡糖的味道。然后是青花鱼寿司，腥味特别重的一种鱼，但有人也觉得那个味道很香。那比如
弱。对了，梅子酱和它味道也很配。最后一个寿司是鳕鱼子寿司，这个东西真的很贵，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味道有多好，它特别的咸，但是吃完之后嘴巴里会有种回甘。我们还是直接吃甜品吧，这个是一小杯米酒，还是很浓的那种，半口闷了。这个甜品我很喜欢，应该是某种红豆寒天，吃进去之后是软糯的微甜，还是想夸一下这家店对甜的把控，精准又温柔。最后一个甜品是蛋卷，加了活性炭之后就是黑色的，里面的油水还很丰富。最后的最后还给我们展示一下他们家引以为豪的这个黑色炭，虽然喝起来并没什么味道，但这一次的探店体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这是他们家的会员名单，有没有看到几个熟悉的明星？好啦，阿基推荐指数10分，特满足。卡维啊，哎，你们听过反向猫舍这个词吗？这是日本最近兴起的一个新玩法，就是首先这个猫舍并不是给猫住的，而是给人住的。其次你进去之后并不是你选猫咪，而是猫咪选客人，好像有点奇怪哦。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是个什么新玩法。最早是在 ins 上面刷到的这家店，我当时就有一个疑惑的预定啊，是家海边的和式旅馆，非常的日本。你知道了，他这个店入住的流程极其的复杂，这老板非常的凶，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所以老板跟我们讲了1个多小时的各种规矩，包括什么日本的动物保护法，什么猫咪如果受到了伤害，我们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啊！难道我住个旅馆还会被抓吗？当然还有各种照顾猫咪的小常识。上完课之后就会把我们带到房间里，这个地方甚至有种拍电影的感觉。接着就是猫咪选妃的环节，他们平时是集中住在一个小房间里，老板还会给你发一个小册子，上面写了每只猫跟谁玩的好，跟谁玩的不好，并且我们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来跟猫咪套近乎。如果在这1个小时之内并没有猫猫跟你玩的很好，老板就不会允许猫跟你过夜。没加 KBC， 但还好我最后也是用了一点花招，骗到了一只小猫咪一直跟我玩。嘿，今晚你是我的了。然后过一会儿老板娘就会把猫送到你的房间来，这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哎，人在家中坐，猫从天上来。他不理我了，我觉得这些猫它其实是懂的，就是陪客人过夜会有好吃的，待在猫舍就只有吃猫粮。刚才在楼下他还挺粘人的，怎么一上来就这个表情，就满脸开心啊？这你什么意思？哎，但是一到吃零食就很粘人了，怎么这么物质啊你？虽然喂完之后还是一副臭脸，但是好歹知道过来跟我一起睡了。第一次有猫咪陪着睡的感觉真好。对了，今天视频里面所有的猫都是流浪猫，这个也是我很喜欢这家店的一个原因。第二天早上让我最吃惊的是，猫咪居然会主动钻回笼子里，它居然知道自己要回宿舍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清理猫砂盆等各种东西，最后是还给店长。当然店长也会问你昨天晚上猫咪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回房间准备继续上路了。总的来说，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它能给无猫人士或者想养猫又不敢养人士提供了一次短暂试养的机会，也是我漫漫旅程当中一个治愈的落脚点，非常的开心。阿基推荐指数9分，卡玩意儿。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就这么一杯。烧酒作为日本的卤串，一直是我在日本最喜欢的料理之一。上一次我这么说还是在吃河豚料理的时候，对不起，就这么花心。东京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之后，气温也算下来了。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就是在东京中目黑的一家烧鸟店。Hello， 大家好，我是垃圾，又到吃烧鸟的日子。第一个菜是法国进口的鹅肝可乐球，哎，它菜单上面写的是法国进口哈，那实际上是不是法国进口我也不知道，反正鹅肝吃起来都是一个味道。但是可乐饼做法还真是第一次吃，极了好吃啊！外壳脆脆的，泛着油香，里面就是又湿又软嫩的鹅肝。第二个菜是时蔬茶碗蒸蛋，真的是好小的一碗，这个也就是半口的量吧。第三个菜看起来还挺有创意，它的吃法是用烤面包去刮勺子上的鸡肝，虽然吃法上面比较奇怪，但那个鸡肝泥调的还是好吃的，橘子味还带了一点香草的香气，像极了初吻的味道。但是谁的初吻会是鸡肝味啊？然后下一个菜服务员说是一个重头菜，重头到他跟每个人上菜的时候，他都会说一遍这个汤是熬了8个小时的汤，8个小时的鸡汤。不过这个汤的味道确实是鲜的，甚至有点像甲鱼鸡汤那么鲜。下个菜是南瓜沙拉，它把南瓜泥磨得非常非常的细腻，甜得很自然，挺好吃的。接下来这个是烤的干芝士，从北海道运过来的。为什么北海道这么产芝士呀？这个芝士的名字叫卡丘卡巴罗，它烤成了3层，它把上下2层烤成了特别焦脆的薄片，这个吃起来真的是贼香，里面嚼起来就像口香糖，甚至还有点弹牙。下个菜是白萝卜泥加甜酱油，好像很多高级烧鸟店都会有这个菜，成都人表示意义不明。好，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正题。第一个烤串是带嫩葱的小鸡腿肉，这个嫩葱是真的很香，葱的汁水和鸡肉搅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好，嫩滑的鸡腿肉也烤得刚刚好。下一个是半生不熟的鸡胸肉，它这个烤出来的口感甚至有点像在吃慕斯，软绵绵的口感。接着是鸡翅，骨头已经是剔了的，所以你可以一口把整个鸡翅全部吃进去，然后中翅那个油水又特别的多，就吃起来多巴胺爆炸。再下一个是鸡肉团子，里面还加了一点那种比较软的脆骨，咸味也刚刚好，要是再来个蛋黄就更好了。然后就是一份非常小气的烤物拼盘，每一种都只有这么小一个，感觉像是在夜市。鸡胗、横膈膜肉、鸡心、鸡屁股，这里面最好吃的还是鸡屁股，还有2坨珍稀部位的肉，这个是鸡肩小肉，还有一坨腿根肉。吃了肉之后又是一份蔬菜，也是这种小气拼盘，虽然味道真的还可以，但吃的我真的是很心急，真好吃。最后的主菜我是要了一份那个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炖的拉面，怎么感觉念出来都有点搞笑。总的来说，今天这家店可以推荐给女生和带女孩子来约会的人，因为它看来菜其实还是很多，这样你们可以聊很多东西，就是分量比较少。阿杰推荐指数8分，看玩意儿。